好，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我们还在继续学习关于地藏菩萨的经文学习地藏经。接下来是第六品，就是如来赞叹品，第六品。此时释迦佛在忉利天讲法，佛放大光明，遍照一切世界，又发出非常宏大的声音，让佛菩萨都能听到。因为当时有数不清的佛菩萨、天龙、神灵，都数不清了，太多太多了，所以佛呢用他的法力，放着大光明发出极强的大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听到这佛说：听我今天赞扬地藏菩萨于一切世界中，以不可思议的慈悲之力救度一切受苦的众生。等我灭度后，你们这些菩萨们以及龙鬼神们，应当用一切的方法来守护这部经，让众生都能够远离痛苦，获得极乐，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说了这些话之后就有一位普广菩萨，叫做普广的菩萨，佛长对佛说说今天我看到佛呢极力的赞叹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大威力、大威之德希望世尊您为未来的众生解说一下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事情，使天龙八部以及未来的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信受奉行。这时佛就告诉普广菩萨以及对大家说：听好了，我现在就为你们说一说。普广菩萨说：太好了，我们非常乐意听。释迦佛就说：在这个未来世中如果有人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后，就立刻就能够升起恭敬心，或者是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的话，因此功德就能够免去30劫的重罪。普广如果有人以恭敬心绘画或者是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像，并且恭敬礼拜，以此功德就能够上百次的往返于忉利天。因为这个佛说这个众生它这个像一个圆圈一样它是循环生灭之间。这一次死了，再转世就不一定像前世了，而前一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得到救度之后呢，下一次就成为神，就到了忉利天就是这样往复循环的生命对，说如果你有去恭敬礼拜或者是绘画或者是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像的话呢，那将来的话你可以几百次吧，能够往返往生于忉利天。忉利天可是厉害了，是佛母住的地方那个世界的1000岁形同于地球上的3600万年。说当有一天你在天上的这个福和乐享尽了之后，说我乐意到人间玩一玩也可以，到了人间就要做国王，享受巨大的福报。请大家记住这是怎么造成的呢？绘画和塑造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你看看，这只是做菩萨的像，画菩萨的像就这么大的功德但是造佛像也更了不起了，对不对？就是这样。这如果有女人，如果不要厌恶自己的女人这身体，如果真诚的供养地藏王菩萨的画像或者是塑像，就是你们家有那个像嘛，或者在寺院里头道场里头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像，如果你能够经常以香花美食衣服钱财珠宝去供养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女人佛说的很清楚，此生之后在未来生未来世之中，就绝不会投胎到有女人的地方。因为你不要厌恶女身嘛，所以你不但不是女的，你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女的而且更不会做女人了。除非这个人他发愿说我要利益众生，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我利益众生的这个身体呢，我愿意是以女性这个样子，比较漂亮嘛，比较美丽，是吧？我这样接近女士众生的话也比较方便，那你才可以成为女人，那否则的话你永远做男的。好，还有佛在说，普广，如果有女人嫌自己比较丑陋又多灾多病的，可以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恭敬礼拜供养地藏王菩萨，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都可以。那么这么一小会儿的恭敬之心会出现什么样的功德呢？是此女人会在百千劫的生命轮回中会成为相貌圆满的人。如果这个女人还将来想继续做女人的话呢，将来就会成为什么公主呀王妃呀，或者是高官的女儿，大户的千金小姐，而且呢生出来是就端庄美丽你看这多好呀！怎么变美呢？就供养地藏王菩萨赞美地藏王菩萨就这么大的作用力佛接着说，普广，如果有人能够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演奏高雅的音乐，或者是唱出美妙的歌声，或者来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又以种种的鲜花香品来供养地藏菩萨的话呢，而且不仅自己这么做，还劝说或带领引导别人也这么做的话，像这样的人在现在和未来世中，请记住这个时空感在现在和未来世中是常常会得到百千鬼神的守护鬼神呢，白天别人神值班，晚上鬼值班，反正都守护着你，保护着你这多牛所以就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你看看，就得到鬼神的护佑都会，这太厉害了普广在未来世中，如果有恶人、恶神、恶鬼看见善良的人们恭敬皈依、供养、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的像，那么这些恶人、恶鬼用讥笑的、讽刺的诽谤的话，甚至是有人还会当面大笑，或者是在背后的讥笑诽谤，还有劝说他人一同的讥笑诽谤的话，或者产生诽谤的念头，像这样的恶人一直到永远都会落入无间地狱之中，饱受各种各样的惩罚煎熬，而且永远没出头之日。像这样的大罪，就在地狱里头受完一切的这个受罪的结束果报之后，再转生到恶鬼道之中继续受苦，又经历了1000大劫之后，1000大劫大家别算了太阳系已经爆炸好几回了那无数年之后，还要转生到畜生道，在这样的畜生道中又经历了1000大劫之后，方能得到人身，并且成为极其下贱的人甚至成为残疾的或者缺胳膊少腿的这样的人，并且这一辈子一辈子的总是挨打受骂受折磨并且还多病多灾，还有不久之后再一次的落入到恶道之中，又重回到了无间地狱，是吧？又继续苦苦，从这个地狱到那个苦间，就是这样永无终止。所以普广这个讥笑毁谤这个供养礼拜地藏王菩萨的人罪业就是这么大，何况
说还有人是自己直接冷笑污蔑诽谤地藏王菩萨的人，那个罪将有多大呢？请大家清醒一下哈！刚才受到这么多的无间的罪哈，这个煎熬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对不对？他只是犯了什么错呢？只是讽刺、讥笑，甚至是瞧不起、污蔑这些恭敬赞美地藏王菩萨的人，就会有这么大的罪过。何况你是直接污蔑、讥笑、讽刺、诽谤地藏王菩萨的人，那太可怕了。那都不敢想象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啊！反正佛经里就这么说的，我深信不疑。接下来佛说普广啊，在将来世中啊，若有人由于得病，长期卧床不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惨痛，并且呢，还常常会梦见恶鬼，甚至是梦到已经去世的亲人，在这个梦中呢，常常和恶鬼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亡灵在一起游历各种非常危险的那个环境，或者经常被鬼压身，或者鬼把你折磨得动不了，与鬼同游等等。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经过很久的话呢，会把这个人折磨到这个骨瘦如柴。过去我经历过2个这样的人我帮过他们，真是很难帮了那已经几乎没法救对，病病殃殃的，整天躺在那叫苦连天，悲惨极了。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人的今世或过去世中造了种种的业，到了临死前，为了要确定被判定到去哪个世界。大家看过那个《与神同行》的电影吧，是吧？人死了之后呢，就是刚死之后要等到判决，判决的你去哪个地狱或者是天国，要有个被审判的过程。在等待这个在被审判的这个过程时间之中，这个人可能会长期的卧床不起，正在等待判决，所以就求生不能，对，疾病不能康复，求死又死不了。而在家里的男女老少呢，就是普通众生根本不懂这件事儿，不懂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说他那个已经那个魂识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身体其实已经应该走了的但是呢他又不走。从医学角度来说他有心跳，脑波也有，这就判定是活着但是确实活不过来，确实也不能康复。真有这样的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家人要赶紧在哪一尊佛也可以，他说在佛菩萨像前呢，以恭敬心高声诵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要高声诵读，或者呢拿出病人最喜欢的那个东西，比如他喜欢其中一个珠宝现在来说喜欢哪一部手机也可以，就是他的个人的一个信物，或者衣服，或者庄园，或者是房屋等等的，还要对着病人高声说，因为病人他在这种状态之中他可能听不到的，所以一定要高声大声的说我某某人，或者为了救度你，所以现在我恭敬的对着你读诵佛经要大声说出来现在恭敬的对着佛经和佛菩萨像前，用这些财物来供养佛菩萨像，或者是去供养发心造佛塔、修寺院，在佛前供灯，供养佛道场。像这样在病人面前大声说3遍，一定要让病人听到。如果这个病人已经病得很重，乃至失去了知觉了，一直到断气，就是到死亡断气，像这样高声念经，连续1天到7天才是最好。那么这个病人在命终之后，
所有他过去的重罪，乃至于是他犯下的大罪，是进入到五无间道的那个大罪都能够获得这个解脱，并且在以后转生之后还能常常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或事情的由来。佛接着说，如果说有人能常常亲自抄写这部经，或者请别人代为抄写，或者是自己塑造和画菩萨的形象，或者请别人代为塑像和画像，那么所得的这个善报必定能使此人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说呀，普广，如果见到有人诵读这部经，哪怕是升起一念的赞叹，你应该想方设法来劝此人要保持精进恭敬之心，千万不要退转。这样做可以得到现在和未来不可思议的功德。还有普广，如果在未来世界的有些众生在梦中见到鬼神及其他种种形状的众生，就是在梦中梦到鬼神，或者是长得很奇怪的那样的生命有的悲伤，有的啼哭，有的忧愁，有的悲叹，有的恐怖害怕，那些鬼神都是这些众生前世的亲人比如说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叔侄等等，就这些亲人，和你有亲缘关系的人，或者是夫妻相爱的关系的人，他们堕入到恶道之中，没有办法出来，找不到这个出路，所以他们才来找你，才在你梦中示现。普广菩萨就你应当告诉这些众生，劝他们做种种的功德使他们往生的亲人能够脱离恶道。好，佛在对普广菩萨说，你就应当用你的神力，让这些活着的亲人在佛菩萨像前恭敬地亲自诵读这部经。主要就是谁来诵读呢？这个做梦的人。不认识字儿的人呢，可以请人来代读，读3遍到7遍。读完经后，那些恶道的亲人呢，就应该得到解脱了。你看这部经多神圣啊！你看诵读这部经的本身都能去度化自己的亲人，对，超度，不要在这个地狱受苦了。哇，这么重啊！功德太大了如果这样读完之后呢，地狱的亲人就解脱了，以后你就不会再梦到同样的景象了。他们就解脱了，他们可能转世到天人或者转世到富贵人家是吧？就是这样。另外普广，倘若以后有人出身下贱，当什么奴婢、当奴隶，或者是他的身体状态非常的不自由，常常被束缚制约的，那么这个人觉悟到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过去的这个恶业，想要忏悔，他们可以在地藏王菩萨像前恭敬礼拜1到7天，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就是不念经诵菩萨名号都可以，要诵满10000遍。像这样的人，在这一世这个苦报受完之后，在未来的千万世之中，可以经常出生为尊贵的人，不会到3恶道中受苦了。这太好了。你不会读经的话，你就是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都可以也诵念咱们这个地藏王心咒就更厉害了作用力就更大了佛还在接着说，普广这个以后无论任何的种族阶级的人有这个刚出生的这个婴儿，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在出生后7天以内，应当呢早点为孩子诵念这部经典，要为孩子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满10000遍，请大家记住。那么就以此功德，这个孩子过去世的罪业罪报就能得解脱了，就他这一生就自然就会比较顺利开心健康长寿富贵吉祥都有了他们将平安的成长，容易抚养，还会延长寿命。如果这孩子本来就是有福的人呢，就以此这个功德呢，他们会更加健康还会延年益寿的，好上加好还有普广每个月都有10个斋日。那么10个斋日是哪些天呢？就是中国这个阴历的初1、初8、14、15、18、23、24、28、29、30。如果是小月呢，就改为27、28、29。中国农历当中分大小月这10斋日呢，是各路的神灵是对众生评判。一般的众生可以说平时的起心动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容易造业的，更何况是故意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罪业实在太多了。几乎我们大众在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让自己好，或者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满足自己的胃口美丽、金钱、权力、荣耀等等。当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候，常常呢会伤害到别人这样就会有罪过了如果能够在诸佛菩萨像前恭敬诵读1遍地藏经，这个人家所住的这个环境，就前后左右的100由旬范围以内都是吉祥平安的。那么他家的男女老少在未来的100千年中永离种种恶道。这个10个斋日当中，如果每个斋日诵1遍，那才是特别吉祥好也不会发生任何横祸和疾病，而且呢生活还会非常富裕富贵。真好所以普广你要知道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不可思议的神力来利益众生。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同这位大菩萨都有着极大的缘分。地球的众生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者是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哪怕只听到这部经的名字，或者3、5个字，或者一句偈语，或者一句话，在现在世可以得到美妙的安乐。那么在未来世的100千万次的轮回之中常能出生在尊贵富有的人家中，并且是相貌端庄秀丽。这时普广菩萨听了释迦佛说的这番话，就赞叹地藏王菩萨，恭敬地跪下，合掌对佛说：世尊，我早就知道地藏王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力、神通力、大誓愿力，为了未来的众生都能获得地藏王菩萨的利益，所以我来问佛。我们顶礼恭敬地接受佛所说的。普广菩萨接着问：世尊，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广泛地弘扬和传播这部经呢？佛告诉普广菩萨说，这部经有3个名字。第一个名是地藏本愿，也叫做地藏本行，也可以叫做地藏本直力经。但是呢，我们通常呢就是叫
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缩写就是地藏经啊。由于这位大菩萨从久远以来一直发大誓愿来利益众生就是指地藏王菩萨因此你们应当依照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力来弘扬传播这部经。普广菩萨听了之后恭敬合十，向佛作礼之后，退回自己座位上去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就是第6品圆满。师父，我有一个顾虑塑造和绘画佛菩萨的像听起来也是挺好，就是我这个画画就画的不怎么好，画出来我估计佛菩萨都不会高兴，这咋办？对，就是说如果你不会画呢，很简单，别乱画，就不是说请人画。还现在来说的话呢，我就是说你去请一幅，也就是人家画好的，或者是印制的也特别精美的菩萨像或者是有些道场有塑像的机会，那你来塑像，对，你别自己弄乱七八糟，自己一看都哭了，是吧？那大家都看着都哭了，生不起那个恭敬的心。那佛菩萨没长那么难看，可是叫你愣给画难看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罪过的就不是说请那个专业的人士来画所以佛像也不好画着。对，我也接触过很多说一些就是业余的画佛像菩萨像的爱好者他本来出于善意这些画，他每一次见了我就送我一幅菩萨的画像，尤其是观世音菩萨画像，但是呢他画的之后我就不供，因为我的那个像会更好，就是说我就不会供他画的，我只能说收藏起来。所以呢我们供奉的像来说，通常是佛菩萨造像是有他的一些要求的。像这个画师呢，在绘画这个前应该说半个月1个月包括绘画也好，塑像也好他不一定是出家人不能近男女不能吃肉，不能喝酒，还有过午不食，他很多要求。还有呢，提前几天就要沐浴更衣总得换的最新最干净的衣服。在雕塑或制作或者绘画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没有口罩但是刻意的他要把嘴和鼻子这儿蒙起来所以我们嘴巴首先不能随便滴口水，对不对？让你低头画滴口水那是不敬。还有那个我们的嘴和鼻子呼气，说人的气是浊气，那佛的气呢，那是纯真之气，是吧？所以我们不能污染它。对，这都是这样的，要求很高的，这样我们的画这个像才有灵性，并且这些画师本身他都是经过一个专业的训练。画佛像他和画人体还不一样。当今很多美院出来的人，是吧？比如画菩萨像，我就照一个年轻姑娘身体来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你画一个人像就可能有人体美，但是佛菩萨像里头，它那种不是一种人体美，而是一种神圣美。咱说实在话，不管是胖一点的瘦一点的这个佛菩萨像它真正的那个美感是在它那种神韵神态上。对，它那个神韵的传神度真是叫你肃然起敬所以造像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专业人士才可以做，不专业的不能做，做出来之后没有那种神圣感你也不想去恭敬它。对，好，这个事就这么回答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佛经中说，如果有女人厌恶女人的性别，可以真诚地供养地藏王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天天精进，还经常供养香花、美食、衣服、钱财和宝物等。那请教师父，在此所提到的
天天精进是指精进什么呢？精进呢分几个内容，我记得在经典之中就讲到了其中，你看你这个供养布施还有去念佛呀，经常去到寺院里，现在说回来像做义工帮着煮饭等等的。还有一个部分，也有同学会问是说有没有其中修法的部分。如果一个人当有机会于修佛法的话，有法修那是更好不过了。对，如果说没有法修，你的念佛去到这个道场之中做义工好吧。还有一种叫做恭敬供养的心，这个恭敬供养的心，当你在你的心中升华到最高的那个恭敬程度的时候，你那一会儿你对所有的事情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也会产生一种慈悲和庄严的那种状态，而且会产生力量、智慧。这种力量是指你每天工作的力量。比如说有些人说早晨一大早晨天又亮了不起床又不行必须起床。你起来的时候身体都是累的，在洗脸的时候说发现脸也洗不动，是牙也刷不动，就觉得那么累的话，是吧？那从这一点开始，起来就是累的，那你去干活的时候呢？煮早餐的时候呢？为道场去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为师父端饭的时候呢？你说累呀累呀，说还在接待人呢其实寺院很重视你，师父很重视你，让你接待人，说累呀，我本来就很累，还让我去接待人，这个就是没有升起恭敬之心。这个恭敬心来的时候那就没有这个累了，就说哎呦，马上赶快早起，今天我要精进修行我要做功德呀，师父还等着我伺候呢，道场还需要我去做啥工作呢？你每天把这种恭敬的心一旦升起之后，你就没有疲劳感，总觉得每天到了晚上下午6点钟的时候还觉得能量十足还有足够的力量，没事，还有什么工作让我做？你看发心做就会这样子。有一位非常成功的日本的企业家，他说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那有人问我累不累，我每天没休息过一天的累不累？说我不累我没觉得我在工作，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很投入的做，我很享受的做，所以我不累，我没觉得在给人打工，对不对？刚给人打工，可是自己的心呢又不喜悦的时候呢也不恭敬也不喜悦这份工作，对不对？所以就有一种呢，我在给他当牛做马，如果不给我喂饲料，不给我钱，我就不走路，我就不干活。这个时候你自己把自己当牲口使，我是在为人付出的奴隶。所以我在面对我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一种我不做好怎么行呢？这是我最难得的机会。所以有这种叫做难得和恭敬的心的时候，立刻你的疲劳就没有了。何况对佛菩萨面前，还有师父在道场里为了救你，所以说打义工吧，想做义工吗？想他没做过义工，你觉得义工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吗？来从擦地开始好不好？一般都不回绝的，不管身份如何，好，我乐意。等做了1年半载之后，觉得这有啥呀？他发现那个接待人的世界才是荣耀的。我要去接待人行不行？就开始提条件。如果不行的时候，师父也有很多直白就说我不干了，为啥呢？他也骗不了我呀。他说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烦，我现在看见谁都烦。我说师父你看见我都烦，说我倒没敢烦，但是也烦。你看见佛菩萨像呢，也没敢烦，但是也烦。为啥呢？恭敬心不够，对不对？给你机会你不去珍惜，你不去恭敬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功德，反而是挑三拣四，还要恶语伤人，就有一个叫做傲慢的心来了，是不是？就说老娘怕谁呀？我有的是钱，对不对？我老公有的是钱，就完了，就俗了。但是回到佛法上来说的话，给你机会的时候，您要欢喜接受。回答完了。师父还有一个讲的地方也是很有启发，在这个里边就是
讲到不仅自己这样做功德，还要劝说和带领他人一起来做功德。到佛法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宏观的这个修法之中，它就是分2个大类别，一个是呢是以坐禅、念佛啊等等的，就是尤其是像6度之中的以禅为主的这个部分啊，以禅为本的修行的法，这是一个正宗法的部分。那么再之后呢，就叫做供养布施功德的为核心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为叫修行。但是说，如果说我都没有机缘修以禅为本的这个主法的话，但是我修这个辅助的这个功德之法、供养之法，也同样能达到那种境界。在有部经文呢，佛陀讲到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呢，就是龙女，龙王爷的女儿，她是修行很多世啊。那么她这一世又很善良，她父亲是龙王，她早就向往着说，如果哪一天我知道，佛靠近我这个附近讲法的时候，我一定要亲自去拜见佛陀。那有一次机会来了，他就拿着他这个龙宫里的一个大夜明珠，那是龙宫里最贵重的一颗宝珠了很大颗，像篮球一样的大夜明珠奉献给佛，天天放着大光芒佛一看知道这个价值连城这大夜明珠就是立刻佛就是说成正得佛果，有了佛号、佛名和佛的地点他就可以普度众生了。你看他连中间的禅修和打义工就恭敬献花念佛这些都免了。因为我们看事情，普通人看事情说，那你成佛可以你有禅修吗？有禅修到哪个级别了？有没有入魔道好不容易没入魔道到最高境界就是一个阿罗汉，阿罗汉还没成佛说你还做哪些功德呢？因为按照一个人的就是平面时空的这种追查式思考的时候，我们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思维。可是佛为什么说龙女献宝祭神成佛呢？他跨越了这个时空。你如果让他走那个路的时候，无非就是再让他演示了一个人成就的一个过程，大不了再花上30年而已。你们想不想了解观世音菩萨修行几年成就的吗？我所知道就是1-2年。对，有时候这个修道和腌咸菜不一样。我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大家总觉得你看，只要不管干啥，就说老师傅老师傅就有技术，这是对。老师傅做一件事情弄几十年之后，这个经验。但是佛法的不同是什么呢？开悟不分先后。如果我们的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中的业力而产生的障碍，让你这个人无明无知的话，你做功50年都不开窍，都不能获得这叫做根本究竟的智慧。如果按正式考核的话，所以有很多人真的打坐修行，苦苦修50年一测试小学毕业，有些人练了7天之后一测试高中毕业，有的练了1个小时一测试博士毕业。佛法的殊胜性就是这样的，它在于说你的累世积累的修行与功德。当我说我没有禅修，可是我一直做巨大的功德的时候，你可能7个小时你就博士毕业了，在修行佛法之中。它是累积的它是一种生命一直在循环的，可是你的好坏的能量一直跟随着你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最多修了1-2年，耳根圆通，就是寻找听闻众生之苦的声音，我就要救度他，无论他在哪里，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在任何一个世界，我就要救他，我就一定要救他。我这一次不救他，来世我还要再继续救他，我想方设法救他。说为什么也有了那么多形式形状的观音菩萨，甚至我们说这个阎罗王是大黑天，冥王像恶鬼一样这个形象，很多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想方设法
将你搭救出来，把你救出苦海，一个意思。所以在我们就是没有遇到正宗的就是以禅为本的佛法修的话，如果遇上我们佛门三宝这些修行的大师们，你就去侍奉他的本身，他所分给你的沾得的佛光，都让你离苦得乐，不入地狱，不入恶道，至少往生天国呀，是这样子的功德呀。对，哪还用你修啊？大师傅修了之后，佛不用你修，是不是一甩手看你一眼你就升华了？所以龙女现宝即身成佛，他就跨越了普通人类修行的那个历程，就能成。khai业时空看我们这个人生学这一生当中，这180年一晃就过去，对不对？在佛看的时候就是一刹那。可是我们觉得哇，80年、100年，我走路都慢慢了，你看这一天多漫长。在佛的世界里头，人生的这100年，砰，就那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看我们的精神视野有多高什么叫修呢？有机会去供养侍奉那些修行的大师傅，就是佛门三宝就够了，你就成就了而且还不能去挑剔说打听一下我这师傅有没有开悟之类的。你能跟着一位出家师傅去跟着修行，我觉得你沾得的那个佛光也足够你在至少是天国那个世界多活几千万年了。就是我是嘱咐大家是这样的。师父，接下来呢，就是在佛经中讲到讥笑毁谤他人去供养地藏王菩萨的罪业，怎么就会这样的严重这样的恐怖达到恐怖之重也想请师父来开示一下。我首先呢是站在一个信相信的这样一个心态来读这部经。佛说的就是真理，他不会骗我们，我自己是个印证者对，事实就是如此。我是觉得几乎没什么好解释的。但是说，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罪过呢？你再看看这一次佛陀在忉利天开这次大会，从来的鬼王到天人、天王，还有很多菩萨、龙、菩萨，甚至一些佛，都是地藏王菩萨救度过的。那你想想，就这尊菩萨的能量与光芒有多大呀？当你去讥讽冷笑去恭敬他的那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为啥呢？其实恭敬地藏王菩萨的这位有福的人已经得到天神的保护了，他们都看不惯你说你能这个时候你笑话谁不好啊？你笑话去恭敬地藏王菩萨的这样的有福的人，所以去恭敬地藏王菩萨的人都会得到众天神的保佑的，是这样，他们把你打入地狱的。如果用电影表现是最好了比如说正在有人这种小人正在嘲笑恭敬地藏王恭敬佛菩萨的人正在供养说，你看这个傻乎乎的傻子，你供那么个泥像一个画像干啥呀？你正在笑他的时候，你想到后头那个鬼王正在掐着你的脖子，其实就出现这么一个场面，其实很残酷的这个神佛面前你可以不信，但是不可以讥笑挖苦那你讥笑挖苦灾难就来了。如果大家相信有神有鬼的话，你应该要小心。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尝试，可能事情会发生的。对，还有讲到很多具体的去做功德的这个例子就是在某一种的需求下要怎么去做功德。这里边呢有一个点想请教师父一下，为什么说要拿出病人最喜欢的东西去供养呢？很简单嘛，咱们假说用交换的方法的话，去下18层地狱好还是拿一个宝贝来换好？拿宝贝来换好，对吧？不是让你立刻死好呢，还是说我拿一个房子来换我10年的寿命呢？你自己想。这个时候都会觉得财物都是身外之物，都没有什么价值。到人临死的时候，一切都是假的。你会发现，包括你所爱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子女，包括你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
有形的和无形的哈，从房地产到金钱，才发现都是瞎扯，哪个都救不了你。你能用这个财物能请佛不让你下地狱，其实已经就在沾光了，就是这样。那也还有想到一个启发点，就是说，不管我们为这样的亲人做功德，还是为自己做功德哈，不能说我都不想要的东西了，然后我捐到寺院里或者捐到禅堂来，而是应该是用自己最珍贵、最喜欢的去供养师父、供养佛菩萨，去捐出来，这样才是表达自己的那个真诚的心。对，那才叫供养嘛，就是对要拿好的、最美好的来供养，对吧？就是新的。我还记得以前我们长辈教育的时候，都说千万不要用你用过的东西呀去捐到寺庙里，那都是不吉祥的嘛，对吧？就是亵渎了。在过去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哈，他身上发出臭味儿，嘴里都是臭味儿，我就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就那个时候就问这是什么病，他说他那过去拿这个剩饭放坏了的饭去供佛，就闹成这样子。我想哇，这么大的罪过呀，没人治得好，对，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治得好，他自己懊恼无比是吧？又不能结婚，大家因为一靠近他都是臭味儿，就是这样。这个捐东西、捐财物给道场，把捐字改成供养，要用供养的心来捐，我觉得就会得到功德。是，如果就是说这个东西反正我也不要了，比如说个沙发占地方又破这么多年，这个样式也不好看，实际上里头坐着不舒服，弹堂能顶屁股，对吧？就是原来沙发那种好的感觉都失去了，我要换个新的就是也没地方放，自己也扔出去还花钱，听说禅堂还可以，咱们用捐的名义多好啊，咱俩抬车上去给拉禅堂去说这种呢，将来你得到的不是一种恭敬而得的福德而会得到另外一个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我来供养来的馒头里头其实都发霉了，是吧？来供养，说很好，今天刚蒸的馒头我来供养，但是你自己知道了，当你身体发生恶臭，得了癌症，是吧？没人治得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供养到来的是横祸你那就不叫供养，这叫亵渎。对还有说，我就弄这东西，反正我就不洗手，我还身体有点脏，他不是有功夫吗？看知不知道呀？比如说这个师傅好像智力比较低下，傻傻的，好我就吃，怎么样？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师傅可以说好吃，但是将来遭横祸的是你。你走的路上突然之间就死在车上去，那个车还横冲乱撞，更危险的是你们一家人坐在车上，你又如何呢？真的，将来你会怪佛菩萨吗？是吧？是接待你的师傅可以用最宽容的心，甚至他没顾得上你用不干净的心，是吧？是一种文艺的心来供养，但是惩罚你的可是护法呀。我们可以贫穷，但是不能不恭敬。对，我贫穷的，我一碗剩饭供佛法僧，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当我富有，我用不好的东西，说故意考你，或故意没地方扔，我就扔给你的时候，这是罪过，这是有罪的所以给道场里来服务、来干活有些师兄就是干的还挺好，有的一见了我之后就生气就我自己干。其实我心里话，你爱干不干，干是给你机会，不干你没这机会。对但是我干了，我还总是满口怨言，就等于白干。为啥呢？有些师兄想呢，你看现在没人干活了，就我自己在这干吧。见了我就拿个大架子，我现在我内心一种感叹，但是表面上我还是给对方很留面子有人说师兄辛苦了你干这些活功德无量佛菩萨都在看着。我为什么嘱咐这2句？就忘掉了你的发心，你是来做善事的，你不是来结恶缘的别有把这个行善的好机会、供养的好机会成为
得到灾祸的机会。讲的直白就是这样。就佛门道场从来不欠缺发心来做供养和做义工的这些善人们，来做，用真正的恭敬的心来做，不恭敬别来，来了你会遭灾的。就是包括你遇上我这种人，你也会遭灾。说实在话，不是我不好，是因为我挺善良的。我们修的道场就是在利益众生的。可是你来是沾光的，你沾光的时候你在抱怨或者是用一种虚假的，我说用坏了的食物来供养师父，来供养禅堂，是吧？用坏了的苹果，说你看我哪来这么多水果供到这儿或者还有是说我们家也吃苹果对不对？禅堂放着这么苹果，禅堂是刚买来的，我们家是旧的，我把它换回去，把禅堂的新苹果换回自己家吃，把旧苹果拿过来，反正大家也不知道。难道你吃进去的是得到佛菩萨加持了，但是你得到的是加持吗？是灾难。师父，那后面呢还有一些要点，也是想请您再给我们更详细的讲解一下。在经文里也有这样的讲到，就是说未来世里我们有一些众生在梦中见到鬼神或者其他种种形状的众生，那么这些鬼神都是众生前世的亲人等，堕在了恶道中，没法出来。佛菩萨就告诉我们说，你应当劝他们做种种功德，在佛菩萨像前恭敬亲自诵读这部经，读完经后，那些恶道里的亲人就应该得到了解脱，那么梦里就再也不会遇见他们了。那真的是感恩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用他的大威德大神力，你在这读经，就把你已经堕入到地狱恶道里的亲人解救出来，这是怎样的大慈悲心啊！大家会怀疑这个作用力读这个经就起这个作用吗？这就是佛菩萨像你讲那个发大慈悲心，而给大家这样一个出路。是佛来讲这个道理，不是说告诉你有地狱，你觉得恐怖，你害怕，不是，而告诉你一个解脱的出路。这个地狱，就是也有人问我，这个地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说，当有了人道，就有了地狱。因为人的这种智慧做好事也很聪明，做坏事也更聪明，有很多就是刻意的伤天害理，所以就有了地狱所以这个佛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出路。因为地藏王救度众生无数无量，众天人这就是他救度的。所以当我们的梦到了有亲人在你常在你的梦中出现，第二个在梦中出现一些看似一些不吉祥的那种场景画面，就说明他需要帮助了。那我们活着的亲人就得为他去做功德做供养，还有读经3遍。你这个亲人如果不识字没文化或者口齿不清，你可以请人来诵读要让这个需要解救的人要能听到这是要这样，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给大家开一个方便之门。对，还有一个方便之门，也是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利益的这个经里边有讲说，刚出生的婴儿在出生后的7天之内，应当早点为孩子诵念这部经典，还要为孩子诵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满1万遍。然后我们有个网友问就问说，出生的时候还不懂这个道理那现在才听到讲这部经，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我现在为孩子念还会有一样的效果吗？就是孩子活多大，你们都是有这个亲缘的血缘关系你为他做功德就会有这个作用。做功德朋友同学没有血缘关系，更不是夫妻关系，你为他做功德超度一样是的何况是你的亲属不管你的孩子长多大都是起作用的。那么还有呢，像经典里讲到的要害点的我们没有议论这个小孩子出生下来，就是第1个月和第1个100天，这个还有第1年，这是特别的重要。能为他念经和做功德其实让他一生平安。你知道在过去为什么很多人起名字的时候就起小名都起很多不像人类的名字，比如说石头
柱子小凳子小勺子铲子等等的，就起一些不是人名的名字呢？就是说我起一个没有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东西呢，让阎王爷不要抓他。其实企图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养活一个孩子是不容易的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孩子刚出生不久之后，给他读经，给他做功德对这个孩子一生多么重要。我们比方说这个孩子他的命中的命运将来就是结个婚生个孩子，过着非常非常普通的生活，50、60岁就死了比如说你看透这个命相，命相师给你这个做父母的讲了，请问父母亲想不想为他做点功德呀？想吧，对，最起码活到180岁吧，生活再富裕一点再幸福一点，对不对？对长相更好一些，身体也更好一些，就有很多美好的这个想法。还有呢3岁以内的孩子你看他活蹦乱跳的，又聪明又伶俐，你等20岁以后，说不定就走不了路了。还有到18岁以后突然听不见了。你看多少人小孩7岁到15岁之间耳朵变聋的，我已经认识很多个了。耳朵就聋了，突然之间一场高烧下来，他说是高烧造成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是高烧呢？那就是生命中的一个劫难嘛，对吧？是必然的。我认识我们中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星，他弟弟也是个哑巴，在6、7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就听不见事儿了，就从此不说话了，就成了哑巴了。是他有他的命，他的命当中曾经就是做过这些不该做的事儿，比如在庙里头乱说话，诽谤了修行人，今世就成了哑巴。命中注定得到佛门修行人哪怕你听着是赞美，是刻意的赞美，你知道比一句对你的诅咒的话，这2个你选一个。要赞美对，我的师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你看那个老人家嘛，那傻傻呆呆，30多岁就傻了，就是现在这个傻子已经是个老爷子了老人家。我的师父年轻嘛，那时候30多岁，跟我讲，他说我在前世的时候我去度他，见到这个人年轻人10几岁，说孩子，你是读书识字的你呢帮我写封信我那个老眼昏花都看不清，师父在救他，就知道他有灾。说这个年轻人说我听不见。师父大声说，我眼睛花，你能帮我写个东西，写封信？说装傻。在他耳朵上喊之后，说我听见了，但是我傻。师父气得拍桌子，孩子，那你就傻吧。到了今世，我的师父有次指那个老头成真了就趴在地上，见了狗屎也吃，那不是装的那小孩拿石头砸他，他都不觉得。他说就是我前世的时候，就是我把他说的，因为他自己要那时候我觉得好神圣。有时候你都转世了你上一世就在这里对呀，我上一世就在这个庙里头，说这时候还得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装傻，他是自找的成了傻子。他给我讲活生生的案例。曾经有一个姓招的，我们也救过他那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当时我们那个车上能坐7个人，能坐7个人的座，可是呢我们坐了8个人。他说警察来了之后，他说我就趴在地上说我不是人。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他说我就这么说，我不是人。叫我半年之后就死了。在我的师父面前，在我面前说的话都会变成真实的。还有说你明明说谎，说我说谎下地狱，这也是你自己说的。老天爷会把那个道路给你安排过去。我们也有网友在问，请问师父，读地藏经能消业，能给我们积功德，那请问念地藏王菩萨圣号也有一样的效果吗？请教师父。
这个效果我觉得是差不太多。无论读经还是诵念佛的名号或者是咒语哈，都是起作用的啊。但是咒语和名号容易记，因为比较短，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些名号和咒语当中没有含有现在经文里头内容的这么多的详细的讯息，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度是不够的，对我们的行为的提醒是不够的。所以读经带给我们的功德原则上来说会更大，因为它是直白的提醒着我们。佛菩萨慈悲讲的多细致啊！说你看你这样做那样做都是很细致的行为操作指南，对不对？所以我也解救你，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了。但是你在诵念这个名号和咒语中就没有这些方法，或者你也想不起这些方法来啊。所以在读经文内容会功德会更大啊，这是我的理解。太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今天呢，我们都沾了佛光，沾了大慈大悲、大誓愿啊、大威力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光哈。无论是给在这个下三界的哈、地狱的哈，还是我们在世间的人哈，都会沾得这份佛光，让我们更加健康快乐、幸福吉祥，这个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啊！我们下次再见。